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最近在美国外交杂志的期刊上发文表示，未来10年台海地区将会是危险年代。主要原因呢是中国高层相信美国的权力已经发生无法逆转的衰落。那么美国国防部对此是什么看法呢？最近呢，美国国防部也发了一个报告，而且呢也阐明了解放军正在打造成能够与美军抗衡的世界级战斗力。陆克文指出，特别对于亚洲盟友而言呢，美方弃台将使过去的安全承诺全数作废。如果台海地区能在2030年之前没有任何的军事冲突，对于美国来说就是成功的关键。什么意思呢？美国人现在是吧已经明白，用武力涉台帮助台湾地区搞独立是没有前景的，而且美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，如果他们能够维持台海地区2030年之前不发生大的军事冲突，那么对他们来讲就是成功。那么台海形势的时与势是在谁一边？是在美国一边还是在中国一边呢？美国想从台海全身而退的唯一办法就是主动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很明白，一旦台海地区发生战事，美国要想武力介入难度很大，而且失败的可能性也很大。无论是加强台湾地区的军事力量，卖大量武器给台湾地区的那种台独分子要想靠以武拒统是做不到的，只能依托美军的支援。而美国人现在掂量了一下，发现从远处驰援台湾时间上来不及，即使是时间上来得及，他也没有把握能够战胜中国民解放军，因为他们现在能够干涉台海地区的武器装备主要是这么几类。第一个，首选是航母战斗群来干涉台海地区的武装冲突，或者呢是从日本、关岛等基地出动战机对我们解放台湾的军舰、飞机实施拦截。那么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？美军是可以初期做到的，但是一旦发生这样的武装冲突，那么它的基地包括在日本的军事基地、韩国的军事基地以及关岛的军事基地，恐怕必然会遭到我们的反击和攻击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它出动的战机就没法回去了。航空母舰来了，是否也能解决问题呢？我们现在有很多反航母的手段，包括各种各样精确制导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、反舰导弹，都可以对海上的活动目标实施精确打击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美军实在是没有把握。那么如果他放弃对台湾的所谓承诺，那么在全世界面前呢又会丢脸，这就成了他一个到底是武力干涉还是放弃武力干涉，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来讲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。在这个两难的选择都不好做出决策的状态下，那么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主动促进。那么他可行的办法大概有2条，一个呢就是维持所谓现状，不统不独，再一个就是主动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。我们知道不统不独这个是不行的，为什么？祖国的统一必须要有一个时间表，不能无限制的往下拖。你拖到2030年、2035年，什么时候投？台湾和祖国势必会统一，怎么统一？无非是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。因此，对美国政府来讲，目前最可靠的出路是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，而不是搞什么幺蛾子。因为你搞的小动作越多，最后丢分就越多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